我们今天要来清洗冷气室内机。由于影片较长，这次影片会分为上下2集，请各位耐心观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清洗一下这一台冷气。影片开始之前，我先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用的清洗方式是针对一般个人居家 DIY 清洗的方式，是属于一种非常简单、不专业的清洗方式。请各位不要再说我的方法非常的不专业，因为专业的方法我们也不一定做得来，要不然专业的清洗人员清洗一台冷气收费3000元以上是白收的吗？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一般我们非专业人士自己能够在家里处理的方式。既然都已经进来了，就麻烦各位订阅、开启小铃铛、按赞、分享我的影片，这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一般来说，清洗室内机可以分成挂洗跟拆洗。拆洗的话就相对比较麻烦，也就是把这整台室内机拆下来清洗，这样子的话能够清洗的最干净，但是我们一般个人是做不来的，所以我们今天采用的是挂洗的方式。挂洗的方式也有分初级班、中级班跟进阶班。初级班的话，我们是连外壳都不要拆；中级班的话，我们可以拆掉外壳，以及拆掉一些比较容易拆的部分。高级班的部分，我们除了拆掉最基本的外壳，我们可能要把水盘或者蒸发器都拆下来清洗，那样子会是最干净的。但是99%一般居家 DIY 的人应该是做不来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尽量把它清洗到最干净。我之前有一个影片介绍威克士的高压清洗枪 WU623，在那个影片里面，我有拆下冷气的外壳，以及使用其中一款清洗皂。有兴趣的可以稍微回去看一下，大概会长什么样子。我们今天的影片就采用一个最基本的清洗方式，我们连外壳都不要拆，因为一般我们 DIY 的人也很怕把这个冷气拆坏了，修理又要好几千块了。慢慢的，如果你多清洗几次，熟悉之后，再来尝试进一步的清洗方式也不迟。清洗之前，别忘了把电源插头拔掉哦。我们现在来安装冷气清洗皂给各位看一下。冷气清洗皂市面上常见的可能会有这几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因为在我们清洗冷气的过程中，可能会把水喷到外面，或者会有一部分水没有办法及时从集水盘排出去，就会流出冷气的本体。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冷气清洗皂把这些流出来的水接起来，才不会满地都是水。我这边有3块冷气清洗皂，大概可以分成2大类。这一块是一种款式，那2块大概是同一种款式。这一块我买来已经好几年了，而且也用了非常多次了。那2块的话都是近这1年我才买的，有一块是我自己单独买的，有一块是买冲洗枪的时候一起付的。这一块的话，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长得像一个裙子，有2个开口，其中有一个开口它是有松紧带的这个设计，有松紧带的这一头就直接套到冷气室内机的后方，就好像穿上去这样子，就把它套上去。装上去的样子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一部影片 WU623 的影片。我今天不会再用这一款清洗皂，因为这一款其实有一个蛮大的缺点，它这个松紧带的地方套到冷气的后方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密合的把冷气的后方都罩起来。室内机都会有拉一条管子出来，里面会有冷媒的管子，也会有排水管，还有电线。所以当这个东西套上去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密合的把后方全部都圈起来，所以水经常都会从一些缝隙流到地上。说实在的，这个设计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一般清洗皂下方这边它都会有一个出口，就是把水接起来之后，你可以接一个水管，下面放一个桶子，直接把水排到桶子里面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这2款，我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它打开之后就有点像一个漏斗这样子，直接挂在冷气上面，下方就这样子一个大开口接水。接水的底部这边一样有一个出口，可以接排水管。这一组的话，它是多了一块这个垫子，这个垫子是放在冷气机的顶上，防止你在冲水的时候，水从上方喷出来。我再打开这一个本体给各位看一下。相比刚刚的那一个，这一块罩子的材质它就厚实很多，这个尺寸稍微有比刚刚那一个大。它左右两侧这个侧边好像有多一块像翅膀一样的东西，这个也有防止水喷溅到外面的功用。刚刚那一款比较薄的，它就没有这种设计。后方这边一片式的这个设计，这个能够比较好的服贴在墙面，塞到冷气室内机的后方。这种款式的我个人是还没有实际使用过了，今天也是第一次使用，但是设计看起来会比裙子那一款好很多。裙子的这一款，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全包覆，会把整个室内机都包在里面。当然有好处也有坏处，因为它全包覆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清洗的时候会有点不太方便。有时候为了要清洗到某些地方，如果你用手拉着裙摆，有的时候水就会顺着你的手一直流出来。总之我觉得裙子这一款不是这么理想。以我们家这一台冷气为例，有看到这边有条管子有没有？这个角落就会卡到，没办法很密合贴到墙壁，水就会从罩子跟墙壁之间漏出来。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家这一台冷气刚好塞在这个位置，左边这边有这个窗帘的框，右边这边就有柜子，所以如果太大的罩子，我不知道装起来 O 不 OK，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各位在购买这个罩子的时候，这个罩子有尺寸的，像我量这一款比较厚的这一款，它的宽度大概就有123公分。对于那一种大概1吨左右的冷气，这个尺寸会有一点大。这一款比较薄的，我大概量了一下，大概116公分左右，是有稍微小一点，但是没有小很多。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下你需要的尺寸。我现在来试着安装清洗罩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清洗罩的效果。清洗罩里面有附这个塑胶片，安装之前要把这个塑胶片先插到冷气的后方，我们就可以把罩子的挂绳卡在这个上面，像这样子插到冷气的后方就好。另外一边也要把它插上去。看到这边有2个水管卡在这边有没有？如果你用裙子的那一款，根本就很难把这个冷气罩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清洗罩靠墙壁那一侧的话是稍微长出来一点点，这个是为了让你把这个塑胶垫子可以直接塞到这个冷气后方。这个绳子的头部我们可以从这个水管的后方穿过去，这样子能比较好的贴合墙壁。我先装这一款来试看看，但是发现它这个设计不是说很好，特别像我这个左边有一根管子，右边也有一根管子这种，后面这一块布如果要完全塞进去的话，前面这边就感觉有点撑不开。我这边稍微拆开给各位看一下，后面跟侧面这边它并没有做这个开口的设计，塞进去的话这一个东西它就会往前，设计不是很理想。我换另外一款来试看看。如果是这一款的话，它后面这一片跟侧面这边稍微有凹下去，后面这一片它等于是凸出来的。我换了另外一个清洗罩，这个清洗罩的左后方设计的有比之前那一款稍微好一点，比较有那种 3D 剪裁的感觉啦。之前那一款的话，左后方跟右后方这边如果塞进去的话，侧边的宽度就不够。这个清洗罩有比较大一点，侧边的宽度也比较够，前面这边能够比较凸出来一点。所以这边建议各位在买清洗罩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的剪裁跟设计。另外的话，我发现清洗罩不要买太小的，稍微大一点没关系。刚好我这一台冷气左右两边都有一根管子，
所以非常难装。我光测试这2个清洗罩就花了不少时间。如果这个清洗罩后面那一块距离太宽的话，我这边的话是把它稍微折起来，然后用胶带把它固定住，然后让它这个左右的距离跟这个冷气的宽度差不多这样子。好了，现在不管了，现在就用这个清洗罩好了。因为这清洗罩搞了我就快要1-2个小时了，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再搞下去我这个冷气就不用洗了。一般买清洗罩都有附水管，这边就是接水管，然后接到水桶里面。然后这个清洗罩的侧面有多一块类似翅膀的这样子的东西，感觉侧面这边能遮得比较好。我们今天提供的挂洗方式，这个滤网要先把它拿出来，我们最后的时候可以顺便用这个清洗枪来冲一下看看效果。它有卡榫，装的时候卡榫一定要对好。不过每一款冷气都不太一样，如果没有把握你就不要拆。像这个地方你手可以伸得进去，一般这边都没有防护网，某一些机型有防护网的话，你可以考虑把防护网拆掉，因为你没有把防护网拆掉的话，你没办法清洗到这个出风口跟风轮。我这台冷气本来也是有防护网，可是我觉得防护网对我来说应该是没有用。如果你要防小虫子爬进去也不太切实际，因为那个防护网洞还蛮大的，估计应该是防止手伸进去之类的吧。但是冷气挂这么高，应该没有这样子的疑虑。所以我上次为了清洗方便，我就已经把防护网拆掉，就不把它装回去了。这个地方还有那个导向的叶片，就是可以向左吹或向右吹的，那个部分是可以拆下来的。但是你如果没把握的话，也可以不用拆，就是洗的时候麻烦一点，你要用刷子伸进去，或者用手指头伸进去这里面洗，只是要多花一点时间，比较角落的地方可能会比较难清洗，不过我们都还是可以清洗个 90% 左右，可能最角落的 5%、10% 清不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清洗方式对一般人来说应该算是最友好的，你也比较不用害怕说拆下来之后装不回去。另外，一般冷气的基板设计都在右手边这边，它基板的部分都有基本的挡水，所以你在冲洗的时候尽量往左边这边冲。如果你觉得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再清洗完，过个1-2天你再把它插电回去，就比较不会有短路的问题。我们就定期1年就把它清洗一次，不要累积太多，冷气比较干净，也能够比较省电，也比较不会有过脏，然后室内机滴水的问题。本集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下集我们将会开始清洗冷气哦。